哎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又是妖灵，难道这纸帛之中藏的是？是去骨残骸。这具躯骨不仅已泛黄，并且此处更呈有黑色。尸骨发黑，会不会是死者生前中毒所致？有可能。这么说，此人多半是被人谋害而死的。闹了半天，这是一具冤魂啊！残骨已腐。那现在，关于图镇之灾的预言，咱们该从何下手？此白骨既引我们步步入局，那我们不如就从死者的身份查起。可是这具遗骸犹如从天而降，咱们该如何查其身份？我猜，无需等我们去众里寻他，他自己便会找上门来。哎，铃声停了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里总归不安全。好，走。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连盆花都搬不动。怎么了这是？你手伤了？我不是我养头猪还能吃肉，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哎呀，又不是多在意的东西，干嘛要为难妹妹啊？怎么净向着旁人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还不赶快要收拾到天亮啊！您就你少管闲事啊！他们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就是妹妹搬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盆。都回来了，这包公子的伤势如何了？老夫人挂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啊，这天色已晚，几位赶紧回房歇息吧。走吧。你手上的伤口要赶快处理。没事。花土中有肥料，若不及时清洗包扎，可能会化脓。多谢公子提醒，莫心记住了。莫心姐姐过得也太惨了。小小年纪，别正经的不学，净学别人怜香惜玉。我们现在还自顾不暇呢。哼。幸好他们没有深究咱们的动向，总算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忙活了一个晚上，我去洗睡了。包大哥，我先去打水。哎，不许跟我抢！哎，我先去。不行，我谁抢到就是谁的。不行，小青瓜。包君先回房歇脚，稍后我便与你来商议查案大计。哎，这半夜3更的，你不睡觉啊？睡或不睡，死后自会长眠，急什么？哎，这。
是。出什么事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包大哥，发生了何事？包拯，司徒族长，您可真有意思，大晚上的摸黑坐在包拯屋里做什么？我听闻包公子离奇负伤，故而前来探病，夜深路重，总不能让老夫在院子里头等吧？那是。包公子瞧病许久，别是又肢节横生吧？提起这个就生气。包大哥之前的伤刚瞧完，转眼间又遭人暗算。刚才在我们回来的路上，包大哥差点被破红魔淬了毒的暗箭所伤。竟有这等事？确有此事，包公子还因此不慎扭伤了脚呢。方才你们只去过梅娘家吗？是。你们撒谎！族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方才你们一定去过祭坛，否则身上怎么会有祭祀的香味儿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老夫好心将你们收留，你等却是遮三瞒四，不知恩义。既如此，休怪本镇庙小，供不起你们几尊大佛。族长息怒，我等并无不敬之心，只是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此中白骨实在令我等惶惶。老夫从未见过这具白骨，他断然不会埋在我司徒家中。你等入镇不过1晚，便频频惹是生非，更有甚者，你们竟敢擅自闯入万灵密阁。回族长，此事是我等有错在先，只因我们寻亲心切，想借破灵镇制一关，故而前去万灵密阁，请族长恕罪。你们怎知破灵镇制是在万灵密阁之中呢？别管我们是听谁说的，反正无风不起浪，这口风就是从你们司徒家传出去的。不过我们并未在阁中找到破灵镇制，您尽可放心，这一溜的穿堂风啊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一派胡言！万灵密阁乃兽族禁地，你们一旦涉足，必将破灵镇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老夫作为一镇之长，绝容不下触犯禁令之人。司徒族长，司徒族长，莫急于逞赫斯之威。从族长家到万灵密阁，再至镇中祭坛，此白骨与那8字血书相继诡异出现，其间更有破红魔若隐若现。族长似乎并不关心这作祟的白骨，反而只对那空空密阁耿耿于怀。公子多虑了，老夫只以为白骨一事必是有人哗众取宠，意欲戏弄镇上来客。那族长对这位幕后玩家的身份可有头绪？如公子所言，此事非同儿戏，老夫自然
不敢妄加猜测。既是如此，在下便行全知开封府事受命之权，命包公子协同在下调查此案。哈，我等年少，更事未多，还请族长多多指教啊！老夫遵命。爹爹，爹爹，从开机到现在还不到1日，若我们贸然将尸骨置于家中，怕是会触犯纪法，恐对朕明不利啊。小女所忧甚是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2位公子，查案事大，老夫却有护镇民、周全之责，是以纪法与民意，不可为呀。那依族长之见，这具白骨应该置于何处？爹爹，莫心有一桌记，不知用得还是用不得。但说无妨。莫心以为这具白骨于祭祀之日出现，许是因缘使然。如爹爹所言，逝者已矣，为告慰亡灵，我们不如将这白骨置于棺中，并供于祭坛之上，待2位公子将此事查清，再以火葬之，使其安息。 2位公子以为如何呀？此计尚可。莫信姑娘费心了。公子客气。公子若无他事，老夫就先行回房了。族长慢走。 包公子方腹绞伤，少动为宜。莫心特意做了一碗补汤，公子趁热喝下吧。多谢莫心。有劳莫心妹妹。妹妹手伤未愈，亦少动为宜。莫心记住了。 幸好过了这一关，有个做全知开封府事的爹，可真够过瘾的。哎，这倒是，否则啊，我们啊肯定要被连夜赶出镇了。哎呀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可怎么办？哎，这是莫心姐姐为包大哥做的补汤。包君喝汤。哎呦，不急不急，喝嘛喝嘛。你先，你先。不必不必。俩人还有心思喝汤呢。我们冒险攒齐的白骨就这么白白让与他人，你们就不怕司徒莫心使的这出祭骨记中藏着什么私心妄念啊？恰恰相反，我不怕他藏，就怕他不藏。什么意思啊？秘密也好，真相也罢。 有时候你越是不藏，它就越难找；但你越藏着、瞒着、护着，它就越容易被发现。临渊羡鱼，不如金钩垂钓。如若司徒莫心突围不轨，那白骨在这儿，我们不让白不让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嘛。你们说那具尸骨究竟是何人啊？此白骨看似已年深月久，却根据牙齿与身形判断。 这名死者的年纪，应该和展昭差不多。包君是说，死者生前是一名孩童？我才不是孩童呢！成，那叫你天真小汉子。嗯，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？这算什么？他还叫我
冷血铁娘子呢？比来比去，反正都比我这个叫妖精的强，好歹你们是个人吧。几位莫要小瞧自己嘛，在下不过是以貌取名，谁让咱们都是表面挚友呢？我想不多时，司徒墨仙便会将白骨移至关中。恐怕从今夜起，祭坛就要变成戏台了。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梗，我先去祭坛附近盯着。我也去。你留下来保护包拯，放心，我应付得来。安然小心。赵大哥，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？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还没活够呢。展少侠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快扶我起来！我再吃两斤核桃。躺着吧。看你闲的，没事吓他干嘛呀？展少侠放心，你们若是有性命之忧，在下岂能如此淡然？你怎么能骗人呢你？你可是潇洒不羁的展少侠，不应该都是生死由天、爱恨随心吗？怎么随随便便就被吓哭啦？请叫我谦虚谨慎展少侠。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进来不敲门啊？吼得这么中气十足，我看你是没事儿了。哎，梅娘到了吗？还没呢。奇怪，如果是早膳有毒，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中毒，而其他人没事？不，菜里一定有毒，但不是所有菜都有毒。今天的早膳除了馒头和粥，一共有4道菜，有红烧肉、肉丸子、芹菜和竹笋。我尝了一点肉丸子，还吃了红烧肉和竹笋，没有碰芹菜。南天竺也一向不喜欢吃芹菜。的确，我早上食不还胃，只喝了1碗粥。我最喜欢吃芹菜了，吃它吃的最多。看来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我们4个人里面，属展昭吃芹菜吃的最多，所以他中毒最深。中毒的人都食过芹菜。展昭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陶艺来了。没事还好吗？哎呀，你们真是多灾多难啊！怎么见天就中毒呢？什么话这是？表弟无状，诸位莫怪。无妨。路上听多罗姑娘说几位中毒了，所以过来看看，不知情况如何。哦，包君中毒不深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展少侠嘛，略严重一些，不过尚无性命之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着不像什么大毛病。来，吃我一粒祖传的糖墩儿，保准你明儿个就能活蹦乱跳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吃。尝尝吧。哎，咋样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东西还怪好吃呢。诸位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中毒了呢？包拯怀疑是早膳的芹菜有毒。芹菜？芹菜？芹菜怎么会有毒呢？欲知真相，一验便知啊。早膳刚用过不久，事不宜迟。
不如现在就去。哎，我也去。啊，疼啊，疼死我了！梅娘怎么还不来啊？只怕我还没被毒死，先被活活给疼死了。哦，你们先去，我留下来陪展昭。如此甚好，那便多谢了。嗯，照顾好。哎，小桃子，把你祖传的糖墩再给我一个。给，舔着舔着就不疼了。明儿啊，你带我去镇子外买去。好。真好吃，真甜。等着咱们去镇外多买些，到时候我请你吃。都听你的。吃，快点吃，再不吃剁了你！吃不吃？刀下留人，快点吃啊！原来你在玩老鼠啊！我没有玩老鼠。能得多罗姑娘一晌垂青，这老鼠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多罗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唉，我刚从梅娘家回来，我爹不让我去看你们，所以我就想来厨房看看到底是哪个菜有毒。梅娘呢？她随后就到。我刚才拿银针把这些菜都试了一个遍，并没有发现问题，所以就抓只老鼠来试试。不用试了，我哥哥都已经猜到是哪道菜有毒了。包公子真厉害，这些菜还没有倒掉，你快过来看看。其实，在下更擅长辨别毒物。我自13岁起，便师从京城第一女毒师。于在下而言，这等毒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谁是京城第一女毒师啊？就你爱刨根问底，说了你也不知道吗？如此说来，赵公子不仅长于辨毒，亦擅长下毒喽。都可，都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腻歪，快！果然如此。有什么问题？这道菜里掺了一些毒芹。毒芹？毒芹与水芹相似，其叶却比普通芹菜狭长，有剧毒，人食之很快便会毒发。中毒后胸闷、头晕、呕吐，严重者毒发1克左右便会毙命。那展昭岂不是危险了？哎呀，要没命早没了。也不知道他实际吃了多少，咱们还是要尽快给他解毒。这好好的菜里，怎会有毒芹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前的菜中从未出现过毒芹，因为莫欣妹妹每晚都会将翌日用的菜提前准备好，我今早来便顺手取用，不成想却害了你们。暴君如何？没事。多罗姑娘也是一片好意嘛，不知者无罪。哎，梅娘和欧小郎来了。我们快去和他们一起看看展昭吧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方才已经验过，他们2人是食了毒芹。毒芹？我还是头一回听说破灵镇有人误食毒芹。吃下多久了？不到1个时辰。解毒完，
包公子也快服下解毒丸。毒禽之毒不亚于断肠草，重者顷刻毙命。展少侠虽然中毒颇深，但幸亏他内功深厚，服过解毒丸之后，调养几日，便无大碍了。那包大哥怎么样？包公子昨日刚中奇毒，今日又食下毒物，虽所食不多，但毕竟身子非习武之人，还须得调养数日。我先回去抓药，稍后便让阿南送过来。有劳梅神医。关于煎药的法子，我会与莫心说明。只是今日怎么不见他呀？昨夜，莫心妹妹在祭坛不幸遇险，已经亡故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其中详情尚待调查，现在我们也是一头雾水。他的尸体还在祭坛吗？嗯。既然二位已无大碍，那在下就不打扰几位了，告辞。节哀顺变，莫要伤心，伤坏了身子。嗯。多罗姑娘，如果有用得上在下的地方，尽管说话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啊？走了。啊，站长，你没事来找我玩啊？好嘞。多罗姑娘可知，莫心姑娘为何会做这道菜？因为我爹喜欢吃芹菜，所以每日早餐必定会有芹菜。芹菜从何而来？都是从自家菜园摘的。毒芹多生于湿地，并不算常见，且在未烹熟之前全株有臭味。你在做菜的时候就没发现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我做菜的时候没有闻到。那破灵镇附近是否有湿地？我听我爹说过，破灵镇附近有一片荒径，叫幽灵沼泽，那地方十分偏僻，而且危险重重，不知有多少亡魂都葬在了那里，所以根本没有人靠近。你们这儿可真够神神叨叨的，一会儿是猫灵诅咒，一会儿又是什么幽灵沼泽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误闯了阎罗殿呢。我们这里不是阎罗殿，不过我们吃人呢。你今天早上吃的肉丸就是人肉做的，那些死去的冤灵都被镇压在万灵密阁里，所以啊，才会常常发生诡异之事。我才不信。对了，包公子，这是你要的破灵镇的地图。哦，那就多谢多罗姑娘了。叫多罗姑娘也太见外了，不如我叫你包大哥，你叫我多罗吧。好的，多罗。包大哥，你体内仍有余毒，需好生休养，我这就去给你煲汤。多谢。
多罗，等会儿见。包大哥，哎，包大哥，哎，你们先前不还说是好姐妹吗？怎么突然说翻脸就翻脸？你和她才是好姐妹，你全师门都和她是好姐妹啊！我哪句招惹你了？切，这破地图是用脚画的吧？你找来这么简陋的地图是？你想去幽灵沼泽？或许等我们到了那里，就能找到关于司徒莫心的线索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幽灵沼泽了。时不我待，那我们赶紧动身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